甘雨、耶阳、王小美，第一次在剧情中见到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惊艳，各种意义上的。于是乎，他就夺走了我的第一个648，强度、颜值均在线，人形 RPG。蓄力剑的玩法虽然一开始被人诟病，但倍率是真的高，没有人能逃得过真香定律。很多人的第一个皇冠就是给了甘雨的普攻天赋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不仅对单强力，对群也丝毫不虚，而且灵命就完全够用，是一位强度很高的老牌5星 C。还是按照惯例，先说说甘雨的普攻重击。普攻没什么好说的，物理伤害并不是甘雨的主要输出手段，不过这个普攻动作还是值得欣赏一下的。辟邪剑法 2.0， 甘雨的主要输出手段是蓄力射击，分为2段，倍率非常的高，一剑相当于很多角色的一个大招的伤害，在无干扰的情况下2秒左右就能射一发，非常恐怖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甘雨的蓄力剑一共有4种描述：瞄准射击、1段蓄力瞄准射击、双滑矢命中伤害和双滑矢绽放伤害。其中瞄准射击的倍率就是瞄准后立马射出去的伤害，属于物理伤害。1段蓄力瞄准射击，顾名思义就是只蓄了1段力，也就是这个蓄力的特效它只出现了1次，这段伤害属于冰伤。如果我们瞄准的时间更长一点，即蓄2段力，也就是这个蓄力特效出现了2次，那么我们打出去的这发剑就属于双滑矢了，一共2段冰伤。第1段是单体伤害，第2段是范围伤害，2段伤害是分开结算的，所以暴击也是独立的。比如我们瞄准敌人的落点进行射击呢，会发现只有1段的双滑矢能享受到落点必暴击的效果，而绽放的伤害是享受不到的。不过绽放的伤害是可以享受到双冰以及冰丝剑套的暴击加成的，但不论是第1段还是第2段，只要是第1剑都是享受不到甘雨天赋4的20%的暴击加成的。虽然天赋4的描述是发射后的5秒内，但第1剑在发射时甘雨身上是没有天赋4的 buff 的。天赋4的 buff 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人物身上的箭头来判断，我们可以把蓄力剑理解为一个脱手技能，它是锁面版的，所享受的暴击加成取决于你发射瞬间的暴击率，所以第1剑是吃不到天赋4的，而后续的第2剑、第3剑则是可以完美享受到这一天赋的加成的。这个天赋描述并没有说有 CD， 所以只要你一直射，间隔不超过5秒，那么天赋4效果是会一直存在的。双滑矢2段伤害均属于弱冰附着，且附着 CD 是独立的，也就是说2段伤害均是可以吃到融化的。众所周知啊，冰弱火，而甘雨的2段又都是弱冰，所以理论上双滑矢遇到弱火是可以触发2次融化的。那么实际上也确实如此，但是手速要快，不然第2段是非常容易吃不到融化的。这里我用的是萧公的元素战绩的落火进行的测试，可以发现蓄力剑稍微打得慢一点，第2段就吃不到融化了。这是因为元素附着是会衰减的，稍微衰减多了一点，火元素附着量可能就不足以支撑2段弱冰了，所以实战中用强火又或是脱手火打融化会更好。当然现在龙干队带的香菱、班尼特都是强火，香菱大招和战绩又都是脱手的，所以上火还是比较安逸的。如果你想玩龙干的话，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。关于蓄力状态还是需要注意一点，在蓄力状态下的弓箭手移动速度会降低，会更容易吃到伤害，吃到伤害就容易被打断，而远程角色的基础韧性值又比近战角色要低，就能丘人射的木剑也能打断蓄力状态的弓手，所以甘雨基本上是刚需护盾的，这样输出才能更流畅。当然你要是对自己的走位和操作足够自信的话，那么也可以利用元素战绩冰莲的嘲讽效果，给自己创造更好的输出环境。蓄力状态下角色的移动也是会受阻的，就和莫娜的遁地一样，甚至会更离谱一点。以前的深渊中间就有一个圈，和某些秘境的环境是一样的，也会卡住移动。不过现在的深渊已经是一整个平地了，所以起码在深渊我们是碰不到这种情况了。说一说蓄力剑的缺点吧，虽然甘雨蓄力剑的倍率很高，还有 AOE， 不过遇到盾牌敌人还是会非常难受，基本上只要盾不破，你是很难对它造成伤害的。还有就是瞄准的问题，剑术党不太用担心这个问题，但手柄和手机玩家就比较蛋疼了，没有辅助瞄准，想要精准爆头还是比较困难的。遇到体型小一点的多动阵的怪就非常容易射空，这种情况射地面是更好的选择，瞄准敌人的脚下，利用双滑矢的2段 AOE 伤害来打输出，会容易命中很多。元素战绩再申请留下一个冰莲，并且自身会迅速后撤，冰莲能造成范围冰伤，且拥有嘲讽效果，非常适合弓箭手的一个战绩。冰莲具有生命值，按比例继承甘雨的生命值上限，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，10级能有角色自身2倍多的生命，非常的 low， 一般不会被打破。不过冰莲也是有持续时间的，比较短，只有6秒。冰莲在持续时间结束又或是被摧毁后会发生爆炸，爆炸伤害和创造时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。甘雨的元素战绩一共能产出4颗球，创造瞬间给2颗，爆炸后再给2颗，不过都需要命中敌人，若是爆炸没有打到敌人呢，是不会产球的。关于冰莲的嘲讽效果，原神里具有嘲讽效果的战绩不多，除了甘雨的冰莲，就只有安博的突突伯爵、莫娜的虚影
和一斗的阿丑了。说实话，想用好嘲讽效果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能会感觉不到嘲讽效果的存在，这其中有怪物锁定的原因，也会有我们自己的原因。距离的把控很重要，如果角色离敌人的距离比冰脸还要近，那他们不打你打谁呢？还有就是敌人的有些攻击其实早就已经锁定你了，这时候放冰脸的意义就不是很大。放冰脸的最佳时机其实是在敌人的仇恨还没有锁定角色的时候，又或者说是可以很好的拉开身位的时候，这样可以转移仇恨。当然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也不是什么操作大佬，冰脸对于我这种手残来说，更大的意义还是一个伤害技。不过如果你想单拖深渊的话，那么利用好冰脸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元素爆发，甘雨除了双滑指之外的超强技能，在自己头上创造一个冰灵珠，冰灵珠会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大范围圆形领域内持续落下冰人，并且因为天赋5的效果，还能提高大招范围内场上角色20%的冰伤，所以甘雨拿来当个放大的副 C 其实也是完全 OK 的。不过因为甘雨的大招是锁面版的，所以这20%的冰伤大招本身是吃不到的，但其实也有办法能吃到。甘雨大招持续时间是15秒，冷却也是15秒，再加上放大之前还有动画2秒左右，实际持续时间是比冷却时间要长的，所以只要我们的能量回转够快，是可以做到第一个大招快结束时放第二个大招的，这样后续的大招就都能吃到20%的冰伤加成了。说一说冰人吧，冰人的总数是固定的，一共51发。不过据说 FPS 的不同会影响冰人的总数，60帧是51发，30帧只有46发。冰人的下落地点其实是伪随机的，命中数量会根据场上敌人的数量的多少和身材的大小产生变化。若是只有一个小型敌人，那么大概能吃到10几发冰人，2个那就会多一点，20几发，3个30几，4个40几。当场上有5个以上的敌人呢，那么敌人是会吃满所有冰人的伤害的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甘雨大招的锁敌机制，在大招范围内存在一个敌人时，该敌人保底是能吃到10发冰人的，其余冰人落点随机，可能会打到敌人，也可能打不到。有2个时，保底20发能落到这2名敌人头上，但不平均，随机分配，可能一个吃的多，一个吃的少。其余冰人落点随机，有3个敌人时，保底30发，也是随机分配，有人吃的多，有人吃的少。其余冰人落点随机，4个时同理。而当有5个以上的敌人的时候，冰人的分配就满了，到上限了，没有其余的冰人可以随机落下了。此时我们就能打满冰人的伤害。为什么是5个以上？因为5个时还是会存在落点随机的情况，也就是说，当敌人越多时，甘雨大招的收益是最大化的。而且要知道，冰人的伤害是一次小范围 AOE， 所以当敌人聚在一起时，收益是非常恐怖的，伤害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当初的莫甘温有多恐怖了吧？温底巨怪，让冰人落点固定，一次性打中多个敌人，伤害达到最大化，然后瞬间爆炸。不过现在莫甘温的输出已经比较乏力了，12层都是大型怪，血量很厚，怪的数量也很少，还有很多新怪像是漂浮灵，我们也聚不起来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，难怪温底只能当门头的神啊。其他国家怪我打不过呀，当然打9、10、11这些小外层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大怪还是不建议这么配对。命座就不聊了，甘雨不像现在的一些角色不刚需命座，大招能量也不高，零命完全体，有能力的可以补1命，但还是建议优先武器。武器圣遗物推荐，主打战场蓄力剑的甘雨，阿莫斯一定是最好的。阿莫斯随距离增加伤害的武器效果是成算的，所以收益非常的高。精英阿莫斯可以提升近1半的蓄力输出。其次东极、费雷、天空弓也都可以用。如果你是大招流甘雨呢，下面这3把反而会更好用。4星武器的话，视作还不错，不过视作是需要攻击敌人的落点才能触发效果的。什么是落点？比较明显的像是小宝，眼睛和背后发光的地方就是落点。其他敌人像是球球人、深渊法师这些，头部就是落点。大部分怪物的头都是落点。当我们攻击敌人的落点后，敌人是会出现一段比较长的僵直的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若是体型较小的敌人，命中落点后还会被击退。小宝的落点非常特殊，攻击一下是僵直，若在僵直期间再命中一次，小宝就会直接宕机坐下，但若是错过了，那落点就会进入短暂的保护期，此时继续攻击落点是无法产生僵直的。在小宝宕机结束重新站起来之后，落点也是会进入保护期的，而且这个保护期的时间会更长。很多大型怪的落点其实都是有保护期的，当然也有没有落点的怪，这时候视作就比较尴尬了。所以在面对没有落点怪时，又或是比较难打中落点的怪时，破魔弓会是更好的选择。但破魔弓的效果也很尴尬，在满能量的情况下，增益效果才能翻倍，这就需要我们依据情况来做一个取舍，但也不是不让放大招嘛，只是效果不翻倍而已。总体来说，适用场景还是比视作更多。大招流的话，就选择门云之月吧，暗象猎手也可以，其他的都没有很适合的。我为什么用基理弓呢？第一，因为它加充能，可以释放2次战绩，大招循环完全没问题。第二，它的白值高有565，在4星里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当然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合适的5星弓，不是我不想用，而是我真的抽不到。
圣遗物推荐，战场主打蓄力剑玩法的甘雨会更推荐4兵、4乐团和4追忆。4兵更适合兵队和永动队，可以更好的触发4件套的效果，人物的爆伤也可以堆得很高。4乐团和4追忆更适合龙肝队，乐团4件套有重击伤害加成，2件套的精通也能完美利用起来，而且龙肝本身对甘雨大招需求就不高，4追忆的效果也不会很尴尬，两种配装都很契合。非要说的话，龙肝队4乐团肯定会更好，但这套圣遗物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不好刷。而4追忆可以在刷绝缘的时候顺便刷一套，很多副 C 都是可以穿4绝缘的，刷了肯定不亏嘛。如果是大招流甘云的4兵、2兵2宗室会是更好的选择，其中2兵2宗室的就业面会更广一点，4兵还是更适合兵队和永动队。当然要是你愿意，4绝缘也是完全 OK 的。队伍搭配，首先说一说龙肝队吧。所谓龙肝就是龙化流甘雨，队伍成员是钟离、甘雨、香菱和班尼特。这个配对还是比较吃香菱大招的循环的，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充能再高也回转不过来，所以班尼特是必须的。班尼特的作用也不仅是充能，还有加伤、奶、双火共鸣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龙肝因为需要打龙化，为了让香菱大招能给怪上火，甘雨必须要贴近怪物去打，那么蓄力动作就很容易被怪物打断了。此时盾符就是刚需了，钟离的盾是最后的，而且还有 20% 的全元素减抗。如果不是龙化流的甘雨呢，一般都会离怪比较远，但这样吃不到20的减抗就浪费掉了。而现在龙肝都是贴脸打输出的，那这20的减抗绝对是吃得到的，所以钟离肯定是最好的。这里输出手法还是非常简单的，班尼特接香菱开大，钟离开盾后甘雨射怪，香菱大招没了就再切班尼特给香菱充能，充满了就重复前面的操作，伤害有保证。比较蛋疼的就是香菱的充能，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完美利用了每一个人物的特性了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配对。再说说木甘温吧，现在木甘温对付小怪层还是没有问题的，但若要对付大怪，输出就比较乏力了。而且现在12层深渊也会塞一些冻不住的 BOSS， 不仅温迪的巨怪被疯狂针对，永动也是个问题。所以在面对大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需要对队伍进行一些优化，比如说把温迪换成申鹤是 OK 的，又或者是把温迪换成神里，双 C 的输出那肯定是更好的。除此之外，像是把莫娜换成星海，猫猫换成申鹤什么的也都可以，根据自己的 box 来进行调整就好。最后说一说辅 C 玩法，甘雨蓄力剑伤害固然高，但我觉得不够有趣，太枯燥了，玩多了很容易就厌倦了。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感觉的，可以把甘雨拿去当辅 C， 只要放大就好了。比如放进优拉雷神队，既能补充优拉的充能，配合雷神无限开大，还能增加队伍的队群输出能力，非常好用。给神里当副 C 也是一样的。总之甘雨的定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灵活的，看自己的装备和喜好来做决定吧。总结，甘雨很强，而且强的简单粗暴，可以说是个数值怪物，本身的技能组也比较优秀，除了超高倍率的蓄力剑以外，还有能嘲讽敌人为自己创造输出环境的元素战技，以及大范围的冰伤的大招，既能对单也能对群，操作好的甚至可以一人成军，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主 C 了。不过本身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，神满脆、蓄力剑的机制不佳等，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，可以通过配对来解决。瑕不掩瑜，甘雨依旧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兵 C。身为半人半仙的甘雨，虽然已在璃月工作1000年，但在如今这人质的时代，他也仍旧会感到迷茫和孤独，自己究竟是人还是仙？希望他可以早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吧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别忘了一键3连哦。